慢富即永恆。这句话是查理芒格说的，他在晚年的一段录音里边也講過一句話，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啊，就是感覺渾身出了一身冷汗。他說，如果你想要活得真正的財富自由，並且活得不慌不累不急不忙，又不被這個錢去追着跑去趕你，那麼你必須先聽懂一件事，就是窮人為什麼窮？窮人之所以窮，往往不是因為賺的太少，而是因為花的太多。這句話非常的殘酷，但是呢，你仔細想一想，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好像也並沒有多麼對我們溫柔過。我不知道你們身邊有沒有那種醫生、律師，再或者說銀行的高管等等這些企業或者說央企國企的中層以上的這種朋友，往少處說他們的年收入也得大幾十萬到百萬不等吧。那麼你會發現他們的房子是越換越大，車子每年幾乎都要去換，或者說隔幾年換一個，朋友圈呢都是各種的精致生活或者說精致的享受。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跟他們往最深處去交流，你就會發現一個讓你非常難以置信的一件事，就是你會發現他們比那些月入3000、月入5000的人甚至更焦慮、更迷茫，甚至因為焦慮都睡不着覺、失眠或者說要靠什麼東西來維持自己的睡眠。因为他們生活，他們這樣的生活他不是在過日子，他是在表演自己的成功。房子他不是為了住，是為了證明自己在這個圈裡混得不錯。車不是為了讓自己方便進行去上下班，或者說去別的地方，而是為了同學聚會的時候不被別人看扁。假期不是為了純休息，不是為了就是躺着自由自在，就是他們只是為了拍完之後到處發朋友圈。他們不是在理財，只是在用一個，就是這句話怎麼表達呢？就是用這個收入硬撐着所謂自己中產的一個身份。我感覺這樣表達非常的合理。就查理芒格曾經說過，真正的財富從來不是你的年收入，而是在你不工作的情況下你能活多久而心裡不慌。這句話我感覺值得，包括我在內值得所有人都去記一輩子。為什麼這樣說？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各位，你月入3萬，或者說你月入1萬到2萬，那麼但是你只要停下來3到5個月的時間，你所有的生活狀態都會崩塌掉。但是你月入5000甚至3000也好，但是你能撐2年，誰更富？答案非常的清楚。如果你就是不想回答，那麼只證明只是你不敢承認這件事而已。查理芒格年輕的時候，你看他住的房子比很多後來居上的員工住的都破，他不是買不起，對吧？是他不需要用房子車子來證明自己什麼，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點。他說那樣的生活讓他睡得特別的香，活得非常的舒服，因為他擁有的不多，但是他欠的更少。這句話我感覺也值得大家去記一輩子。節儉在他那裡從來不是摳門，而是一種對慾望的控制能力，這個非常的重要，一般人都控制不住。真正的就是長期富有的人是很少在生活裡邊進行去炫耀的。巴菲特曾經說過就是巴菲特他現在住的房子都是1985年買的那一套房子，他不是因為念舊是因為他不需要用這種升級的生活方式來確認自己的價值到底有多大。很多人的順序他就是搞反了這個是什麼順序呢？他就是以為賺了多少錢才能夠存錢，但是查理芒格說反過來的，你之所以永遠存不下錢，它不是因為你賺的少，而是你花錢的時候太過於隨意了。就是你無法控制這個市場，你無法預測這個回報，但是人能控制一件事，就是你今天要不要把花的這個錢花在不重要的地方，你要不要去消費。其實你看现在大部分的人從一開始進入這個社會開始打拼，開始工作開始為自己的生活奔波，其實第一份工資大部分人在兜裡都沒有捂熱乎就已經花光出去了。
大家都说錢就是用來享受的，那 OK， 那等你沒錢的時候呢？那看看你還有沒有辦法去享受這個世界，對不對？那節儉哈，它不是反對，就是讓我們人去享受，是延遲的滿足，是知道什麼時候我該花，什麼時候我不該花，是搞清楚，就搞清楚這一筆錢我是買在享受上，還是買在快樂上，還是買在虛榮上，還是買在刀尖上，對吧？一個人能不能變富，取決於他能不能就是抗拒這些愚蠢的消費。你仔細想一想哈，我們的生活中，你仔細想一想你自己，多少的消費是你真正需要的，又有多少是被某些的廣告，甚至說短視頻或者說同齡人的焦慮，或者說各種吹牛逼的人硬推着你去買的。你仔細想一想，整個消費的社會都在靠着你的這種衝動去活着。那廣告的本質是什麼？廣告的本質就是讓你忘記你所有的理性，誤以為讓你可以幸福，就可以被現實生活中的某些產品去定價。買了這個東西你就過得幸福的好，你不買你就是生活的不好，這就是廣告的營銷。但是真正過得好的那一小撮人，他都是看得非常明白的，就是幸福它不是被買來的，是你的生活被簡化之後自然生長出來的，就是得到及时的滿足，就是這樣的。那麼當你開始分清想要和需要這兩個詞語的時候，你就已經站在自由那一邊了。所以說你不用說我掙多少錢我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不是這樣的。因為節儉哈，它是就是你一旦開始節儉，它就是一個複利的起點。我不知道這句話大家能不能理解哈，就是它會慢慢的，你每年存點錢，它會替你去工作。如果說你每年都在透支你的債務，那麼你就會替別人去工作，是不是這麼個道理？同樣的，這樣的兩種人的方式過了10年的時間，一個人變成了雇主，另一個人呢，他是被時間追趕的奴隸。他會這兩種分型的演化。所以說其實大家也沒必要說出生就決定了我的貧窮，出生就決定了我的人生，对吧？有人出生在羅馬，有人一輩子都到不了羅馬，沒有必要。當然哈，你也不需要有那種過度的投資的所謂的那種天才，不需要，真的不需要考慮。大家你只需要做到3件事便可：不浪費，不炫耀，不被廣告牽着鼻子走。財富不是你賺了多少，是你能夠留在你的口袋裡留了多少。賺快錢的人他不一定富，但是能夠守住錢的人他一定不會窮回去。就是很多人都在拼命的去追求財務的安全呀，穩定的工作，上漲的股市還有什麼好的老闆，好的工作低通脹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各位，這些哪一個是能夠你我這種人去控制得了的？你控制不了，這些都不在你的可控範圍之內，你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對吧？那你既然沒有，那麼真正的安全是什麼？真正的安全感它不是把你的銀行把你的錢存在它的銀行的賬戶裡面而是你的腦袋裡面。為什麼這樣說？不但在你的腦袋裡面，而且在你的判斷力裡面，在你的生活自律裡面，在你遇到事不慌，能夠安靜的穩妥的去處理的這個能力裡面。我認為最慘的人他不是窮人，也不是沒錢，而是那些自以為自己很安全的人。他們有房有車有股票，但是一點抗風險的能力都沒有，一場危機可能就讓他們的生活全線崩溃，直接瓦解掉。而真正的厲害的人呢，哪怕他的一時財富進行清零，他也能夠靠着自己腦子裡的東西能夠重新站起來，因為他們從來不是在靠運氣活着，是靠一套穩定的理性的一套思維的系統去活着。你看查理芒格和巴菲特，他從来不信这个不迷信这个預測或者運氣，他們只做一件事跟我們是一樣的哈，我們應該也是跟他們做的這件事是一樣的，你才能夠達到一種財富的水平。就做一件事，準備保持清醒，盡量不犯大的錯誤。你不能控制這個暴風雨，對吧？但是你可以建一道結實的圍牆，結實的房子，把你自己護在裡面。
不要去追求這個確定性，確定性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一種騙局。你有沒有發現，所有跟你能打保票確定的，一般都是引你入套的，要麼就是想坑你的。你真正需要的不是這種脆弱或者說在這種波動下活下來，甚至说變得更强。這也是為什麼，就是他是極度厭惡負債，厭惡這種過度的消費，不理智的消費，厭惡這種浮誇的生活方式，因為那些東西真的會讓你變得非常的脆弱。真正的安全感是在任何的環境之下都能夠讓你的大腦保持充分的理性，并且呢也能夠保住自己的尊严。如果说你听到这里感觉能夠接受上面的觀點，那麼請你開始對你的生活慢一點，對你的消費少一點，或者說穩定一點，或者說產生這種共鳴，那麼就說明你已經在走一條難但是不容易崩塌的一條路上了。雖然這個過程可能是很慢的，但是它會讓你一輩子都不會回到你出生的那個起點。最後也祝各位朋友願你賺到錢的時候不狂，沒錢的時候呢也不慌。在這個喧鬧的大世界裡面，我們不慌不忙，把自己活成一個不被慾望所牽着鼻子走的人，活成一個想要自己表達這個世界觀的人。如果說你也在學習如何把生活就是過穩過慢，把你的財富攢厚，那我們就一起慢一點，但是呢我們可以走得更長遠一點。